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咸阳，这离机场很近啊。今天我们看一座古墓，非常有名的人物白起，大家都认识吧？都听过。这个是一代战神，就在我旁边。这个地方挺空旷的，这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啊，以前的一种我们说的老三线小区一样的。我们去看看白起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很多。最著名的是长平之战，这个大家都了解。秦国跟赵国就是白起统帅的，当时。后面是说白起是功高震主，被秦昭襄王赐死。那到底是不是如此呢？我们去看一下，就在旁边，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去看看，好吧？到底是白起是怎么死的？有没有其他的原因？走吧。那个地方就是白起的墓。白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首，第一个是白起，第二我们说的廉颇，还有李牧，还有王翦几个人，这个都非常有名的。这个在历史上包括很多资料都能见到，我们去对面看一下吧。这个地方就是白起墓，秦武安君白起墓。白起这个在秦国那个时候战功赫赫，我们常说，在那个时候古代，特别是春秋战国打仗都是一城一池的，就是要夺取城池。他夺取了70余座城池，一生打仗从来没有败绩。最著名的就是长平之战。打败那个赵国，打败那个赵括，我们说的纸上谈兵的，所以说功绩非常大。白起其实他一直，因为我们知道秦昭襄王前大概41年是宣太后主政跟魏齐侯，所以他跟他们两个关系好。这个宣太后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第一个太后，但是她有一个太后有一个区别是这样，她不是封建帝国的第一个太后，封建第一个太后是吕后，因为秦国那个时候还不是成为封建帝国，因为还没统一，这大家了解一下。这个也是属于碧溪驼碑，主要上面介绍的就是白起的一生功绩。它这个后面也是封土堆形式的，封土堆不高，因为2000多年的时间嘛。常胜将军，秦武安君白起之墓，战神，他被封为战神嘛。我们现在来说一下，白起是被那个秦昭襄王赐死的，但是很多人说是功高震主，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《大秦帝国风云录》，其实里面有详细的介绍。因为秦国那个时候，特别是春秋战国，那个王权已经深入人心，大臣想功高震主是很难的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特别是当时宣太后主政40余年，是吧？然后后面才是张襄王主政，所以说很难。这里面一条小路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他是这样的：昭襄王当时年少登基为王的时候，他其实没有权力的。他基本上他的母亲就是宣太后，我们常说的第一个太后，掌权掌了将近40年，跟他舅舅一起掌权40年。所以那个时候秦国就诞生了几个大的势力集团，因为古时候那个时候有派系嘛，一个是关东，一个是大秦本土的军工集团，还有一个就是外戚，外戚就是说的魏齐侯这些人。像白起这些，他代表的是秦国本土集团。白起墓，1981年立的。他这个墓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好像是70年代，这里要建一个兵工厂，后来发现这里有个墓，挖出几把宝剑，确定这个宝剑是白起生前使用的，所以确定这个是白起墓。说白了，那个时候白起所代表的大秦本土军工集团，还有关东集团，就我们说的范睢为代表的那些人，是在争权、争夺话语权，是这个意思，争夺话语权。然后那个时候，相对来讲的话，秦昭襄王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刚掌权嘛，说白了刚刚掌权，所以他需要有人来辅佐他，需要巩固这个权力。当时以白起的为代表，他那个时候就是说，在争权有时候有点不听指挥一样的，所以说才出现白起被赐死的行为。刚下完雨啊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走到它的封土堆上面。这里有一条小路进来，所以我们包括大秦帝国灭亡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
远远不仅仅是赵高，凭赵高一个人那样的人能够灭掉能够使大秦帝国覆亡吗？赵高和胡亥只是一个导火线，真正的还就是我们说的几大集团的碰撞。我已经在这个封土堆上面了，这个封土堆不高，也就是5、6米吧。前面很多工厂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？那里是一片大片小区。我们再说一下，就我们说的大秦帝国灭亡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大秦帝国统一的时候，那军工集团大秦本土的，到秦国灭亡去哪里了？一直都没动。包括刘邦入咸阳进关中的时候，遭遇的是不抵抗，那些老百姓，包括大秦本土的，去哪里了？说白了，他们已经失望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已经放弃了这个帝国。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史书资料，就大秦赖以起家的变法的那种24等军功爵制度，到秦襄王到秦始皇那个时候，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，已经不起到什么作用了，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大家要了解这段历史，还是要多去看一些资料，去查一下资料。我是觉得《大秦帝国风云录》那本书里面写的东西很正确，写的东西分析的挺好的。所以说，很多故事、很多事情的真相都淹没在历史的潮流当中。我们只能去查一些资料，去参考一下，去思索一下，去分析一下。仅仅眼前看到的东西，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大家说是不是？这里都已经围起来了，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这个我们说过一点了，白起是被为战神，是战国10大名将之首，同时他也是武庙十哲之一。武庙十哲基本上他是排名前面了。武庙十哲我们说的李靖也是武庙十哲的。我们再这样看一下，最后看一下秦武安君白起之墓。所以白起的去世啊，有偶然也有必然。这个具体原因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我感觉跟我刚才分析的那个差不多，因为不仅仅是功高震主的原因。可以这样说吧，白起为秦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很大的基础，因为当时的其他6国基本被他打怕了，消灭了其他6国的有生有量，就是我们说东方6国，因为秦还是处于当时西边嘛，所以说东出，我们常说的秦国要东出，就是出函谷关。然后到了秦始皇，那就基本上统一了，因为前面打下了基础，其他东方6国实力已经完全没有跟那个秦国相比较、相抗衡的了。